帮助朱元璋取天下的，武人多而文人少。文人除了李善长以外，数得上的只有刘基、宋濂。朱元璋开局一个碗，到最后能成为皇帝，个人的努力、历史的机遇固然重要，但单靠他一个人单打独斗也是很难成事的。官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要一统江山，他们除了需要将士外，还需要以一子拨动天下棋盘的军师。厉害的智谋，一个人可以抵千军万马。朱元璋很幸运，他遇到了刘伯温，但是在统一天下之后，朱元璋却一直想杀他，而聪明的刘伯温以我有个字不会写为借口，暂时保住了一命。你知道是哪个字吗？刘基，也就是刘伯温的大名，到今天仍是差不多家喻户晓的。这大概是由于大家相信他是神秘寓言《烧饼歌》的作者，也许是身上具有这种云雾缭绕的半仙气质，再加上在军政上算无一策，刘伯温被称为是诸葛亮第二。这类人十分聪明，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像诸葛亮那样能得主君的信任。刘基却是一位懂得风角占卜的读书人，他在元朝有进士的功名，当过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与一个元帅府的都事，帮过石抹夷孙守浙江处州，应付方国珍。其后朱元璋请了他来南京，接到礼贤管住，他递上18条条陈，颇得朱元璋重视。朱元璋尊称他为先生，不敢委屈他做官，到了吴元年才任命他为太史令。在政治和军事上，刘伯温都有过人的见地，他不赞成继续奉韩林儿为帝，主张打陈有量，而且在鄱阳湖决战之时建议移军湖口，扼陈军的归路，以金木相犯日决胜。这些判断最终都助朱元璋一步步接近皇帝的宝座。作为谋士，刘伯温更擅长识人，他反对朱元璋用他自己的朋友杨宪，说杨宪不能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也反对用汪广洋，说在广洋气量偏浅，更甚于杨宪。他还反对用胡惟庸，说胡惟庸好比是一匹烈马，必定把车子拉垮。只是这一次，朱元璋不完全听他的话。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这3人朱元璋都重用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刘伯温完全说对了。除了识人，刘伯温更难得的是识己，他清醒地认清自己的局限，没有被高官厚禄迷惑视线，也知道什么才是自己所求。他反对朱元璋用他来代替李善长做丞相，说更换丞相好比更换房屋的柱子，要用大木头来换，不可用小木头扎起来作为代替。他自谦为小木头的原因是自知急务太甚，又耐不了繁杂，做不了这个位置。但是这种淡泊的姿态却不被朱元璋喜欢。毫无疑问，朱元璋是在处理君臣问题上最残忍的一个人。刘伯温这样的人物，他更是忌惮，因为他看不透刘伯温想要什么，自然就不知道该如何掌控他。朱元璋从小的经历就告诉他，他必须要做个十分现实的人，所以像刘伯温这种有点半仙意味的谋士，他理解不了，进而就觉得无法掌控他。从一个帝王的猜忌心出发，想除掉刘伯温的念头就顺理成章地在脑海中生根发芽。但是在打仗的过程中，刘伯温确实给他出了很多主意，所以他后来才能比较顺利地拿下江山。所以朱元璋一开始容忍了刘伯温。随着朱元璋打下江山，外部的忧患平定，内部的不和出现端倪。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势力是以刘伯温代表的浙东集团和以胡惟庸为代表的淮西集团，而朱元璋自然是倾向淮西集团的，不仅因为淮西集团是和他同乡的嫡系，更因为刘伯温是更大的威胁，因为他太聪明了，朱元璋难以拿捏。而胡惟庸这样的人，他比较好抓把柄。刘伯温身为居功至伟的开国功臣，却只得到了最低的程义伯封号，是一个来自皇帝的信号。在与淮西集团的斗争中，刘伯温更看明白了朱元璋的态度，与其说是胡惟庸的搅和，他才只得了个程义伯封号，不如说这就是朱元璋想要的结果。所以看清局势的刘伯温决定不再与胡惟庸这样的人斗争，而是想要及早抽身。但是这个时候的朱元璋早已动了杀心，怎么可能会随便放刘伯温走？就在刘伯温愁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马皇后给他捎来了口信，朱元璋马上就要拿他开刀了，让他有所准备。这个时候的刘伯温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第2天早上该上朝的日子里，他故意来晚了。朱元璋问刘伯温为何来晚了，要是说不好，
正好拿个由头治了他。刘伯温这个时候说自己在思考一个字，一直不会写，所以耽误了时间。朱元璋一听到这里就十分好奇，到底是个什么字能让自己这个军师谋事犯难，于是让他说出来。刘伯温说是社字。朱元璋出身乞丐，别的字或许他可能真的不怎么会写，但是这个字和批阅等字他可能最熟悉了，毕竟经常看奏折以及决定别人的生死大事。朱元璋说自己给他写，于是刘伯温诚惶诚恐地让朱元璋写。等拿到朱元璋写的社字后，刘伯温就高呼谢皇上恩典。可能开始的几秒钟，朱元璋还是懵逼的，但是思索一下就知道刘伯温这是什么意思了，心里暗叹这个老匹夫奸诈，居然敢用这种方法算计免死金牌。不过既然刘伯温都这么求了，朱元璋也不好反悔，毕竟军武戏言。刘伯温求得此字之后，就请辞官回乡。朱元璋自然是准了，刘伯温暂时逃过一命，却没有彻底躲开命中这一劫。胡惟庸毒死刘基是在洪武8年，刘基元已于受封为成一伯了之后，在洪武4年3月告老还乡，在青田的山中饮酒下棋。若干10日以后，胡惟庸上奏告他，大意是说潭阳这块地有王气，刘伯温想用它来做自己的目的，百姓不愿给，他就上奏在这里见寻检私，驱逐了百姓，自己再趁机霸占。朱元璋生了气，取消他的成一伯俸禄，让他来到南京谢罪，留居京师以明心计。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刘伯温生了病，他怎么也想不到在自己生病的时候，死对头胡惟庸会专门来看自己，还拿来了太医院奉朱元璋之命开的御药。胡惟庸在洪武8年元旦带了医生来看他，他喝了这医生的药，觉得肚里总是有一块拳头大的东西，再度回乡，挨到4、5月间去世。胡惟庸毒杀刘伯温，究竟是出于个人私怨，还是得到了朱元璋的秘密授意，在历史上是个谜。但可以肯定，刘伯温一死，无论是胡惟庸还是朱元璋，都会稍微安下心来。作为一个出色的谋士，刘伯温未尝没有算到自己的命，所以他才会请辞，远离政治这潭污泥以求自保。只可惜朱元璋比他想的更绝，因为只有他死了，朱元璋的心才会安定，这样他的子孙们才能好好坐稳皇位，不会有一个不受掌控的谋士威胁朱家的天下。毕竟如韩非说的那样，如以文乱法，无论刘伯温有没有这份心，他都必须死。